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7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夏天就是大家打室外的季节，并且眼看着暑假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还在上学的朋友们，暑假作业做完了吗？那大家回到学校打球，除了校队的朋友之外，其他的小伙伴们肯定只能在室外打球。那这个时候，一双价格实惠、实战性能优秀的篮球鞋，绝对是大家都需要的一个东西。今天当子给大家带来了几双200价位段可以进行无脑选择的篮球鞋。有适合外线的，也有适合内线的，有更加注重缓震的，也有更加注重反应性的。适配的范围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打法，不管你是1号位到5号位，不管是哪一个位置，这里总有适合你的鞋款。那具体有哪一些鞋款呢？这些鞋款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又究竟如何呢？哪一双更加适合你去进行选择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OK，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我们的第一双鞋就是来自李宁的预帅复刻。那这一双鞋现在2级市场上面的售价在250元左右，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的外观也非常的好看，配色也是这一种棉花糖配色。不知道这算是倒数第几糖呢？不过现在李宁还是挺聪明的，用这种棉花糖配色的篮球鞋，改个名不叫棉花糖了。这双鞋其实是一双预帅13加上预帅15的杂交体，它加上了一个复刻的名字啊，确实让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你要复刻吧，也找一个老一点的鞋吧，搞个13和15的杂交，确实有一点看不太懂。不过抛开这一些不谈，现在200多的价格，它绝对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双篮球鞋。它在各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抓地力优秀，耐磨也 OK。中底的缓震对于我来说会略微欠缺一点，但是如果你的体重在160斤以下都没有问题。不过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球鞋的整体刚性也达到了够用的水平，并且在足弓的内侧有明显的内收以及加强，足弓支撑啊，有没有？这是预帅15和预帅16都没有的东西，但是它有。鞋面的强度也完全够用，并且包裹也非常到位。不过还是建议正常脚型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如果是宽脚的话，还是建议试穿之后再进行购买。它唯一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鞋舌在正常穿着的情况下会有明显的顶脚踝的一个现象出现。不过只要你在系鞋带的时候把鞋舌放在鞋面的外面，这样就完全不会出现硌脚的不适感了，非常不错。这样舒适性方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双鞋在2开的价位段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鞋款，就是一双非常预帅的预帅复刻，任何位置的球员都可以选择，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均衡。第二双安踏霸道2021，去年就已经下单购买了的一个鞋款，一拖再拖，拖到了今天，最低的价格200都不到，那现在200出头，我觉得依旧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整体的抓地力非常优秀，虽然耐磨性一定是比不上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一双霸道的，那就是那一双水泥杀手，但是非常粗犷的纹路用来打外场问题也并不大。虽然在20到21赛季是鲁尼上脚的鞋款，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只有内线可以进行选择的一个鞋款。虽然是一款高帮的鞋款，但是脚踝处的鞋面硬度是比较偏软的，对于脚踝的限制并不大，外线球员也可以进行选择。中底使用了 A Flash Edge 加上后跟的 Smart Sam 缓震科技，但是双重的缓震科技并没有给这一双鞋带来优秀的缓震效果，在整体的缓震力度以及缓震极限方面只能算一个勉强够用的水平。那如果你对于缓震有要求，我建议160斤以上的朋友就不要选择了。球鞋在前掌的反应性还是比较不错的，突破的过程中并不会出现任何的泄力感，但是球鞋的整体鞋面用料是比较偏软的，虽然侧面有着 TPU 的补强，但是在侧向支撑方面依旧表现比较一般，在足弓处的支撑也会比较偏弱一些。如果能够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那它的实战性能会有质的飞跃。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打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高的朋友去进行选择。那如果你的打球强度并不是特别高，那它会带给你非常不错的穿着舒适度，并且在各个位置上面的球员都可以进行选择。第三双特步的青羽3代，青羽3代绝对是这一众200档里面表现最优秀的一双鞋。它在实战性能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抓地力优秀，包裹非常棒，中底的反应性也非常出色，后掌的缓震也够用，整体的鞋脚一体性也是非常棒的，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越级的产品。那如果你是偏外线打法的球员，这双鞋在这个价位段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200多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不过它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这也是特步篮球鞋一直有的一个通病，就是它的整体球鞋刚性衰减是比较快的，跟之前我测试过的恶魔3代一样。好在这一双鞋拥有着非常优秀的鞋脚一体性，让它整体刚性不足的这一个缺陷能有所缓解。球鞋的支撑性能好坏，并不能单独依赖于它的整体刚性强弱，毕竟像欧文8啊、欧文5啊这样的鞋款，它们的整体刚性表现也并不出色，但是依旧有非常多的朋友会选择这一些鞋款，并且喜欢这一些鞋款，其中涉及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那我就不展开讲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一双鞋在支撑性能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如果它能够在强度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一定是更好的。希望特步能给这一双轻羽做出一定的升级，出一个 Pro 版本，鞋面改用强度稍微高一些的编织鞋面，中底抗扭片稍微强度调高一些，甚至可以延伸至前掌做一个叉型的 TPU， 并且在足弓处做出一点 TPU 的上翻，这样一定能够成为一双性能非常优秀的实战好鞋。我真的很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鞋款推出，非常希望。这双轻羽3代就是一双轻质灵活的优秀后卫鞋，在200这一个价位段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手。那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双轻质灵活的后卫鞋，选它一定不会失望。第4双安踏的猛扑2代，作为海沃德3的简版，这双鞋还是延续了海沃德3代的设计理念，倒踏 logo 以及后跟处的魔术贴都得以保留。虽然魔术贴跟海沃德3代上面的不一样，不过实际的使用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它的魔术贴跟脚背处的网纱相连接，拉紧之后，对于球鞋中间部位的锁定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让它在锁定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不会出现任何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大底的纹路也基本跟海沃德3代一样，抓地力表现尚可，但是在吸灰方面的控制是比较一般的，耐磨水平也并不是特别好。中底使用了全掌的 A Flash Edge， 整体的调教比较偏硬一些，缓震勉强够用，160斤以下的朋友可以进行选择。中底的龙骨落差是比较小的，穿在脚上会感觉到前掌会略微有一点点偏高的感觉，但是反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在突破的过程中并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球鞋的整体刚性以及支撑也是非常到位的，不过在足弓部位的支撑略微偏弱。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朋友建议换一副鞋垫，我的鞋垫视频也马上会跟大家相见了，大家敬请期待。而球鞋的整体鞋楦属于正常略微偏宽一点点的那种，不会像海沃德3一样，有很多朋友都表示没有办法穿，太窄了。这双鞋的鞋楦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宽略窄都可以选择，完全没有问题。瘦脚的朋友如果选择这一双鞋的话，在前掌可能无法得到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但是它在锁定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优秀的，大家不用去担心，它在这一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第5双361度的燃战2代 PRM。作为燃战 2.0 的 Premier 版本，在材质用料方面还是有所提升的。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吸灰有点厉害，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抓地力并不是特别优秀，需要经常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的抓地力。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掌的 Quick Foam Light， 缓震材料的厚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在缓震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并且在前后掌的内外侧都做出了包围，控制住了缓震材料的形变，而且前掌的缓震材料厚度也是比较合理的，在突破的过程中，它的反应性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后掌在缓震方面完全够用的情况下，稳定性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361度的篮球鞋搭载 Quick Foam 或者是 Quick Foam Light 的篮球鞋，大多数都忽略了对于后跟缓震材料的控制，导致出现一些泄力或者是力线不正的问题。但是这一双鞋是完全没有出现这一些问题的。它的大底以及中底总体表现的都非常不错，不过它在鞋面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鞋面的强度略微有一些不足，在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急停动作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鞋面会有点兜不住脚。那如果你的体重是比较大的，或者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它的包裹以及锁定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脚型的适配也是比较广的，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也可以进行选择，完全没有问题。第5双安踏的速决5，这一双速决5代在这一些鞋款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宽脚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宽，接应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微偏宽的脚型去进行选择。像我这样脚型比较偏窄的朋友，穿它实战的时候会感觉到前掌的锁定会有一些欠缺，包裹体验并不是特别好。而它的鞋面真的非常的闷脚，球鞋的内部填充非常的扎实。
虽然能够提供给你非常舒适的包裹感受，但是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真的是极差。即使是不打球，在夏天穿它都会觉得异常的闷热。不过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并且吸灰方面的控制也做得非常好。中底虽然只使用了 LT Flash， 但是整体的调教是比较偏软的，脚感非常不错，缓震也够用。就是前掌的中底厚度会略微偏厚一些，在突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的拖沓。那如果能够在前掌做薄一点，那它的实战水平会比我上面说到的青羽3代更为优秀。整体的锁定完全没有问题。我虽然脚型略微偏瘦，但是穿这一双鞋实战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球鞋的整体刚性也是比较高的，用手完全没有办法摆动它。鞋面的强度也完全 OK， 加上它上扳的中底橡胶，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除了透气性确实糟糕之外，其他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在这个价位段也是非常突出的一双优秀的实战好鞋。那如果你对于场地感的要求会比较高，比较喜欢突破，那可以选择青羽3代。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更为优秀的整体支撑，那这一双鞋会是更好的选择。最后一双来自特步的游云6代，其实这一双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推荐，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评判它到底实战如何，因为它的鞋楦很宽，跟林书豪2代一样，非常的宽。我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脚在鞋内完全就是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的，但是它的整体强度完全没有问题，鞋面的强度很高，整体的支撑抗扭都非常不错。不过它的中底缓震水平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底的吸灰控制做的也并不是很好，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而鞋面虽然强度是非常高的，但是鞋面的用料非常硬，在跑动的过程中，鞋面会出现明显的褶皱，并且会有一点点的硌脚，舒适性方面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那如果脚型能够合适，这一双鞋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的脚是大宽脚，那这一双鞋会比较适合你。这双鞋适合脚型偏宽并且偏内线打法的球员，它的稳定性以及支撑性是非常优秀的。如果你的脚比较宽，那这一双鞋你可以考虑一下。OK， 这就是我本期视频所推荐的所有鞋款了，一共7双鞋。这几双鞋只要你喜欢都可以买，价格实惠，实战水平 OK。这些鞋款都是非常适合学生党的朋友们去进行选择的一些鞋款，性价比非常高，实战性能也非常不错。那这一些鞋款在尺码的选择方面以及在重量方面的表现，我会在视频下方给你们打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些鞋款如果要我给他们进行一个排序的话，排在第一位的我会给这一双特步的青羽3代，那第二位的就是这个安踏的速爵5代，那其他的话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普通的一些鞋款，但是也绝对是可以放心购买的。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